73岁的徐少强因食道癌去世，消息传出，影迷们都难以置信。这位曾塑造了无数经典角色的演员，如今却永远离开了我们。更令人痛心的是，在处理丈夫后事期间，徐少强的妻子因心脏病发作也离开了人世。有一个好妻子，胜过千军万马。这句话用来形容徐少强和他的妻子，再贴切不过。虽然徐少强在感情上经历过一些波折，但最终能够找到这样一位优秀的伴侣，实属难得。命运却喜欢捉弄人，一场突如其来的噩耗让这对恩爱夫妻阴阳两隔，令人感到无比惋惜。这对夫妻的离世如同晴天霹雳，让无数人感到悲痛和惋惜。他们相濡以沫，携手走过人生的风风雨雨，最终却在人生的最后时刻双双离世，令人不胜唏嘘。如今徐少强和妻子双双离世，11岁的儿子也成为了孤儿。徐少强在演艺圈摸爬滚打了几十年，塑造了无数经典角色，也赢得了不少观众的喜爱。他敬业的精神更是让人敬佩，即使年过古稀，依然坚持亲自上阵拍戏。那场雨中拍戏的画面，至今还留在很多影迷的脑海里。徐少强的一生，除了荧幕上的光辉形象，还有着丰富的情感经历。他有过多段婚姻，每一段都充满了故事性。有人说他风流倜傥，也有人说他敢爱敢恨，但感情的事如人饮水，冷暖自知，谁又能说得清呢？徐少强是个50后，祖籍在广东，因为自幼不爱学习，偏偏喜欢拳脚功夫，所以长大后就算在金融公司当文员，也是骑驴找马，心有旁骛。1967年，听闻邵氏招募演员，于是年仅17岁的徐少强报名参加了训练班，并且凭借本身就很过硬的功夫，很快成为签约演员。同年，徐少强在张彻执导的《独臂刀》中扮演角色。彼时，邵氏旗下人才济济，当时张彻的御用演员除了罗烈、陈观泰、王宇、姜大卫、狄龙等人，还有后来的钱小豪。然而，徐少强却始终没能位列其中，一直在各部戏里扮演跑龙套的角色。没想到，这一跑就跑了10年。正如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一样，不想当主演的配角也不是好演员。徐少强很想当主角，因为浓眉大眼，身材魁梧，功夫也不差，这些主演型条件他都具备，他只是缺少一个机会而已。从上个世纪70年代开始，邵氏跟亚视之间的争斗就已经开始了。为了抢夺收视率，双方展开的持久战长达40余年。1977年，丽的电视台，也就是亚视的前身，筹拍电影《大丈夫》时，盯上了这位在邵氏郁郁不得志的小兵。这一年，徐少强已经27岁了，若是再没有扮演主角的机会，很难再有出头之日了。所以，面对亚视递过来的橄榄枝，双方一拍即合。正当徐少强被亚视借用之时，远在台湾的古龙，在这一年，因为常年酗酒染上了肝病，身体健康情况持续走低，医生建议他尽量戒酒。但是嗜酒如命的古龙却将医生的叮嘱当作耳边风。再后来，古龙跟朋友在北投银松阁饮酒聚会时，被几个小混混误伤，送到医院输血时，又输入了带有肝炎的血，因此加重了病情。身边的有人知道他身体情况不好，所以找他喝酒取乐的人也渐渐少了。正当古龙因肝病困扰之时，徐少强却成为亚视与邵氏之间互相博弈的一枚棋子。让邵氏始料未及的是，亚视竟然玩起了孙子兵法，用明修栈道，暗度陈仓之计，以借用徐少强为大丈夫，当小配角为幌子。人到手之后却另有安排。1979年，亚视重金打造《天蚕变》，并让徐当强领衔主演男1号云飞扬。这部剧上映之后，短短数日就成为爆款热门剧集，收视率直线上升。邵氏看着自家培养了10年的小兵，
竟然在亚氏成为3军主将，跟自家打擂台，气不打一处来，急忙调兵遣将，让王天林，也就是王晶的爹担任导演。之后派出郑少秋、赵雅芝、田妞、戴春荣等实力干将，重金打造电视剧《楚留香》应战。然而观众早已先入为重，入戏太深，很难从已经上头的天蚕变中转移视线到楚留香。当时拍电视剧的流程是一边拍一边播的，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方便根据观众的反应及时做出调整。于是邵氏利用这一点，一计不成再施一计，而这一计正是《孙子兵法》的釜底抽薪。正当亚氏为自家收视率节节高升的天蚕变洋洋得意、沾沾自喜之时，男主角徐少强却间歇性的闹失踪。亚氏自觉不妙，于是给徐少强安排了特别助理，照顾他的饮食起居，实则却是防止他叛变逃逸。然而千算万算，依旧算不过利欲熏心的贪婪人心，徐少强最后还是趁乱失踪了。眼看着热播剧《天蚕变》即将成为烂尾的闹剧，亚氏只能让编剧想办法。虽然后来编剧的一支生花妙笔，利用剧情走向，让云飞扬从一个蚕蛹中蜕变成另一个人的模样，用顾贯中替代了徐少强，但是观众却并不买账亚氏大变活人的戏法，收视率也因此下滑不少。这一局邵氏跟亚氏也算打了一个平手，双方各有输赢，而徐少强的失踪却因此得罪了亚氏。原本力捧徐少强上位的亚氏，还曾打算再为他量身打造几部大剧的，没想到徐少强竟然亲手毁了自己如日中天的前程，将一手好牌打得稀巴烂。事实上，对于反复无常的徐少强来说，邵氏毕竟是他依附了10年的老东家，那些老朋友跟老搭档才是他恋恋不舍的原因。因为一部戏，徐少强将香港2家最大的影视公司全都得罪了，结果就是长达10年的时间里他都无戏可拍。而这10年闲着没事的中年男人，正值壮年，自然是闲不住的，所以酒与色成为了他消遣的玩物，却也因此惹出另外2宗祸事。徐少强很想重返影视圈，他知道香港再无他立足之地，却苦于找不到门路，思来想去，就跑到台湾找古龙帮忙。当时古龙正因为无人找他喝酒谈心，在家中郁郁寡欢，所以徐少强的出现恰如困倦之人接到了别人送来的枕头，自然是高兴得很。彼时的徐少强因为很少跟古龙有来往，所以对古龙的事情所知甚少。他原本打算借助古龙在圈内的影响力为自己谋些出路，没想到2人推杯换盏之后没多久，古龙竟然去世了。自知再难出头的徐少强，于是只能再次重操旧业，成为跑龙套的边角料型演员。那些别人不愿意接的角色，他为了生计也都会接，就算是一些风月片里的体力活，他也来者不拒。不过那样的环境也滋生出了一些别的心思。古龙走后，徐少强不敢再随便找人喝酒取乐了，于是就找了别的乐子。没想到又闹出了2条人命。米雪有个亲妹妹叫严慧明，艺名叫做雪梨，16岁出道之时正是颜值巅峰期，甚至引得哥哥张国荣都主动为她打 call。 但是2人的这段青涩之恋并没有维持太久，年龄的差距以及性格上的差异导致这段恋情最终不欢而散。而人小鬼大的雪梨在拍《洋鬼》之时，却在剧组遇到了一个风流鬼，这个人就是徐少强。徐少强这一生有多少个女人呢？这么说吧，4个女人，5个孩子，而这几个孩子却有着同一个爹，不同的母亲。徐少强比雪梨大15岁，2人相识之初，雪梨只有16岁，一个情场阅人无数的老司机，面对情窦初开的少女，谁输谁赢，几个回合打下来，很快就有了结论。1983年，当雪梨未婚先孕，为徐少强生下儿子，为孩子上户口的时候，赫然发现
孩子的亲爹并非如他所说是一个离异的男人，而且这个有妇之夫家里还有一个10岁大的儿子，都会上街打酱油了。被小三的雪梨原本可以及时止损的，没想到恋爱脑上头的雪梨禁不住老司机的甜言蜜语，在1987年的时候又为他生下一个女儿，儿女双全，闹出2条人命。按理说总得有个说法吧。然而就算雪梨如此不计成本的付出，也没能换来一个名正言顺的名分。徐少强身边的莺莺燕燕并非雪梨一人，就算离婚了，他娶的也不是雪梨。徐少强后来跑到内地发展事业，并且再次故技重施老牛吃嫩草的戏码，梅开3度娶了小30岁的内地女子为妻。2017年5月，徐少强再次被媒体曝光丑闻，67岁的他跟一个23岁的小网红亲密合影，再次引起公众热议。凭借一己之力稳坐渣男之位的徐少强，也让雪梨看清了他的真面目。雪梨后来带着2个孩子移民加拿大之后，跟徐少强再无任何联系，并且认真搞事业。如今雪梨的儿子也长大成人，并且继承母亲衣钵，进组拍戏了。在徐少强众多的感情经历中，最让人唏嘘的莫过于他和最后一任妻子的故事。这位妻子比徐少强小了整整30岁，两人相遇的时候，徐少强已经年过花甲，而他还风华正茂。这段年龄悬殊的爱情在当时引起了不小的轰动，很多人都不看好他们，觉得他们走不到最后。徐少强曾经说过，遇到妻子是他一生中最幸运的事，他让他感受到了家的温暖，也让他明白了什么是真正的爱情。而妻子也一直陪伴在他身边，照顾他的生活起居，支持他的事业发展。命运总是喜欢捉弄人。徐少强在北京去世后，他的妻子担负起了料理后事的责任，他强忍着悲痛，为他张罗着一切，希望他能走得安心体面。谁也没有想到，就在他为徐少强处理后事期间，他也因为心脏病突发去世了。不论如何，徐少强和妻子之间的爱情故事深深打动了人心。他们通过自己的实际行动诠释了什么是真正的爱，什么是生死相依。他们的故事也提醒我们，人生短暂，应当珍惜眼前的人，不要等到失去后才悔恨不已。